大家好，我是怡言。在那天我发布了影片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个观众写了这样的评论，就说一个游戏加入 DKP 就会加速这个游戏的灭亡，不是每个人都有钱有时间在游戏上。6年职业长的心得，先锋制度无脑计算战力先改吧。还有 KVK 讲入变成有限人数，基本上也是说这个游戏不给人玩了，卖号退坑，玩暗黑地狱破坏神4轻松自在。当游戏要加入 DKP 时，就是叫休闲玩家滚蛋，默契只有小型副本，就是这样来了。所以我才说这个游戏要导入 DKP 时，就注定这个游戏要走上灭亡的路了。科长没有休闲玩家可以爽杀，会越玩越不爽。当大科长发现剩下的敌人口袋都比你深时，就会开始卖号了。那各位可以明显看得出，这个玩家他给出的想法就是 DKP 不应该融入在这个游戏里面，因为 DKP 而让这个游戏走向灭亡。我对这个评论其实展开比较开放式的想法，而不是封闭的想法。虽然我的王国还有我去过的其他王国都是有植入 DKP 系统，但是确实也不能完全否认 DKP 就是祸害了大部分王国的问题。那么假设这个游戏里面它不融入 DKP 的话，就会越来越好吗？我相信大多数王国会植入 DKP， 就是为了要确保王国是真的有人要战斗的。那我们一句一句来分析一下这个玩家所说的东西。首先他一直在强调，就是加入 DKP 之后游戏就会加速走向灭亡，这也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有些玩家他们确实想玩这个游戏，只是单纯种田去玩乐去扫田而已，这些被清零的玩家就直接放弃了这个游戏，弃坑了。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DKP 系统只是针对于某一些特定的玩家呢？就比方说吧，我们会计算 DKP 大多数都是前300名的玩家，超过300名以内的战力玩家我们都不会去理的。这个大多数王国应该也是会实行这样子的政策。那么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就是前300名的玩家有些不达标，被清零被强制移民之后，就变成那些根本不打仗的人，就慢慢移上去了，从而导致到那些老王国已经是很老的先锋王国里面剩下的玩家都是不太能打架的。所以写这个东西的玩家呢，可以说他的论点也算是正确的，但又不完全是正确。接着先锋制度无脑计算战力先改吧，这个可能要跟官方讲，就是官方它限制了先锋，出现了先锋王国的说法才会变成这样子。但是换个角度，历史的角度去想，假设官方它不限制先锋王国的话，一个王国就会无限壮大。当初就是某一些特定的王国，他们招募太多的玩家进去了，导致数量过于庞大，光靠人海战术就可以直接碾压对方。除了那些小的王国，它里面充值的玩家是真的非常多之外，有无限的金额可以不断的充值，否则是很难打败一些大人口的先锋王国。还有 KVK 奖励变成有限人数呢，就比方说现在 K2 开始就已经有自选铭文，要获得成就才可以拿到。征服赛季也是战胜王国才可以获得240个，其他的位置呢也是要其他的王国表现到还不错，根据 DKP 才可以分配，甚至到某一些王国会通过拍卖的方式给，这也算是游戏不好的地方了吧。我去想过官方为什么要这样子限制玩家，一来就是伺服器问题，你们也知道伺服器卡顿是很久的事情啊，那官方他们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尤其是这一次960的 KVK， 我还特意做了一个影片，说我到底有多卡，有漂移瞬移的问题，就是伺服器没有办法承担了，并不是玩家设备的问题，并不是玩家网络的问题，我也不确定官方到底有没有掏钱出来去维护它的伺服器。但换个角度来说，一个王国它限制的人数只有240个的话，其实也是减轻了伺服器的压力，对不对？并且限制王国获得奖励的人数，比你限制先锋王国移民的人数还要更有效。除非有些玩家是真的不在乎会不会获得奖励，不在乎能不能拿到铭文，就算超过240个也是没有关系的。不过据我最近看来，1846还有1365的玩家似乎是真的不在乎最终奖励。1093会不会不在乎我就不清楚，反正他们的王国也是人口非常多，也是肯定没有办法每个玩家都可以获得征服者奖励，也没有办法获得商店里面的铭文。至于对于一些 B 等级以下的王国，其实活跃玩家真的并不多，你要凑齐240个是真的很难了。就比方说我这一次打 KVK 的王国是有3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那要分到240个其实还是刚刚好而已。而且在没有 DKP 的情况下，你更难去分配要给哪一些玩家，因为 KVK 不是只有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而已，有其他的不同组别，有2-3个王国全部集合在同一个阵营里面。所以我不认为 DKP 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东西，有 DKP 你才可以更直观的去看到哪一些玩家值得获得奖励。反而没有 DKP， 那些奖励就会分别给一些国王他们觉得比较亲近的玩家，
觉得他认为值得的玩家。那些默默付出的玩家，他们得不到奖励，得不到应该有的东西，反而会弃坑的更快吧。他还说到末期只有小型副本的话就是这样来的，其实没有小型副本的话应该会更难过吧。那么我换个说法，假设说是 KVK 一直连续不断的第一次报名，和你在中途有休息的时间，偶尔可以玩一些小型的活动，你们认为哪一个会比较好呢？那么除了先锋王国，我相信其他组别的王国都是没有办法每一次结束 KVK 之后就马上报名的。毕竟原帖的玩家他也有写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去玩这个游戏。打一场 KVK 所需要消耗的时间是50天，那在这50天里面，你还要去打野，去做其他事情，还要升水晶科技。水晶科技最基本也是要买水晶月卡，又或者是水晶征途嘛。除非你是完全没有氪金的玩家，就算你是完全没有氪金，你打仗至少也是要准备资源跟加速嘛。那假设像这个玩家所讲的不出现一些小型活动，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玩这个游戏的话，你的加速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些图纸道具就是从小型游戏那里获得的，没有时间去玩的话，怎样去采集资源呢？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玩家他是反对 DKP 了。科长没有休闲玩家可以杀，就会越来越不爽。当大科长发现剩下来的敌人口袋都比你深时，就会开始卖号了。以我的经验来谈，我有账号在先锋王国，我有账号也有在 B 王国，两个账号我是完全用不同的心情去打的。我先讲 B 王国吧， B 王国也就是我自己的本号。说实在的，我自从在 B 王国之后，确实是悠闲很多，比起我之前在 A 王国、在先锋王国更悠闲。在先锋王国都会强制你去打野蛮人城寨，反而我现在在 B 王国又没有强制这种事情了，你想打就打，你要加小号进来帮忙打也是可以，也是有 DKP 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呢也是根据王国的要求而去达标，不是每个王国的标准都跟先锋王国一样的，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当然其他的王国不会像先锋王国击杀这么高，战力这么高，并且我在 B 王国的账号现在是每个月充值不到100块马币的情况下，把我的资源加速打光，基本上是已经超过我必须要达标的 DKP 了。要打仗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总计加起来的话大概是4天左右。会说总计就是因为这些王国不像先锋王国那样你要从早打到晚，而是你觉得有空可以上线帮忙的时候就打，真的有需要更多队友上线援助的时候就上线。再加上 B 组的玩家其实拥有的资源加速也不会比先锋王国来的更多，也不会强制 B 国的玩家去买水晶克礼包，所以其他的王国已经算是悠闲了，比起先锋王国。再加上上一个影片我所讲的，其实有很多玩家都已经选择躺平了，连军器都不去搞。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还是觉得在 B 组以下的王国确实是轻松很多，时间也是多了很多。相反的，我在先锋王国的压力确实是很大，除了有强制要氪水晶，必须要去刷荣耀值，野蛮人城寨需要达标 DKP， 需要强制长时间在线，需要准备的加速资源也是比一般的王国还要多出好几倍。就简单做个比较，我在先锋王国那个账号开场是准备了600亿资源，然而我自己在 B 组的王国账号只是需要大概准备100亿的资源跟1年左右的加速而已。然而先锋王国需要准备多少的加速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消耗的实在是太快了。但是在先锋王国打仗确实是很爽，但是开销也是比一般的王国还要多出更多。我认为这个玩家他写的内容呢，其实提到的都是大多数的先锋王国 A 王国。通过评论区观察到，其实我大部分的观众呢都已经选择优先去玩这个游戏了，都不想再去追求这个游戏应该要怎么样了。虽然军器的出现确实会影响到某一些玩家要选择弃坑，但是也有不少的玩家是已经选择不买单了。大多数买单的玩家都是先锋王国玩家，又或者是一些大氪佬而已。试想一下，生活是已经非常拮据的玩家，但是他又想要继续玩这个游戏，会丢钱去买军器买水晶科技吗？假设一个王国没有 DKP 系统，也没有限制玩家战力跟击杀要成正比的话，会变成怎样呢？我相信100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他们战力也不算是非常低，已经到先锋等级了，但是我们看击杀，它的击杀是比起其他的王国还要低很多倍的。1002里面也是大多数都是休闲玩家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数据而导致到其他的王国都不要选择他们当盟友，并且1002被抛弃也不是第一次的事情了。难道一个王国没有 DKP 系统，让玩家都优先去玩的话，就不会灭亡吗？这样的王国就会获得奖励，打 KVK 就会表现到更好吗？
当然这些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